Hello， 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那个赤泰尔斯至尊场的一个看点啊，可能是我只能说我太菜吧，今天打至尊还是没有打出来更好的胜率，当然了，也随到几乎输的局都是主中方啊，也没随及到几局反贼，咱们大家也不用说看见我的胜率就觉得他一点都没用，对吧？这是昨天，这不是昨天，这是至尊的，还是一色黑。但是大部分给大家看一眼啊，免得大家误解，你们自己看吧。如果是反贼，我觉得胜率高一些，内奸输的吧。忠臣今天和忠臣又干上了好几局忠臣啊，内奸就是内奸，所以说这些胜率你们自己看。如果说忠臣内奸本来胜率就低，很正常，忠臣主攻内奸什么的这些东西输的这些局，你们自己看。但是这几局里面，当时有很多局，有2局我很罕见的赢内奸，就是用它赢2局内奸，连赢2局内奸，我觉得是不是非常适合内奸呀？抓住机会这种情况下，所以说对于我来说的话，可以大家考虑一下，因为在前期我还打了几场普通军8热身啊。咱们先放一把，我忘了哪把是那个，是不是这把？这把是内奸，咱们看一下这把。然后下一把内奸的话，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把是曹髦主攻，我感觉和曹髦主攻的话，内奸赢了2次了已经。还有一把是谁的主攻我忘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千万不要觉得，说不定是我菜呢，对不对？千万不要觉得我玩赤泰尔斯如何。不过到最后啊，内奸打完之后，我会给大家带来个总结，咱们就赤泰尔斯打完了。开局看一下这把酱面挺弱的，这把酱面。正常来说，陶谦呀都是属于过时的，后卫还选个神甘宁。你但凡选个魏国的话，主攻可能都不针对你。这2个人真勇敢，普通场的人真勇敢。不过这把回血将还是蛮多的，这个曹髦需要开大招啊！这局看见细日才和神兆，因为他会有那个互动性了，对吧？他可能是个反贼，他也是反贼。曹髦必须要开大招，知道吧？如果不开大招的话，可能一个都杀不死。开大招的话啊，首先锁他的技能，让他不能用红桃变桃，然后9杀细日才。这样的话清场，就是他没有闪的话可以清他。刷的还不错，这曹髦。99了，直接无懈一下，行吧？开了大招之后，咱们桃没用了，但是有个距离，直接杀一些细日才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这个问题就在于他这儿，这个也是他队友，那就很麻烦。2个回血的话，其实你们不要这么看啊。这把但凡反贼有这2个回血，2个远位回血，再加2个近位输出爆发的话，这把曹髦稳输。可是这把剩下的反贼没有爆发将，所以给了内奸和主攻可乘之机。运气不错，细日才是个反贼，偏偏要给主公送个翻面，很贴心啊。可能觉得想速推吧，想的是。陶谦在这个时候并没有给牌，可能怕给出去主公也用不了，跳了个忠臣，开了个 AOE， 然后赵云一直存活下来，无懈让主公少掉一滴血，继续打。可是有个他在，那没办法。这时候因为死了个反贼啊，注意这里面内奸，你这把要玩他就只能控场了。这把既然咱们要控场，首先要注意一个点。陶谦能死不？现在陶谦不能死，但陶谦也不能活太久，因为陶谦在你前面，明白了吗？下回给前面他能回血的，回血包括给主攻牌很麻烦的，明白吧？其次，反贼现在已经死掉一个了，而且这2个回血样都是反贼，因为这2个中肯定有个中有个反，这2个都是有威胁的。不管马良的仙术也好，还是神甘宁的一套爆发，不说爆发吧，就是2刀也受不了呀，对不对？所以说这2个人都必须要死。所以陶谦要放一放，目标转移给这2个人，明白了吧？所以说咱们这时候先杀一个马良，那我可以先杀一个马良，决斗打一下。有人说你顺这个乐个哈，因为你要可能会杀到反贼的，反贼已经是劣势。比如说这2个有任何一个反贼，如果你杀不死另外一个人的话，有一个是劣势，明白吗？咱目标是杀掉这2个，杀掉这2个之后的话，反贼是没有输出的，那变成曹髦加陶谦位置碾压加能加他的武将碾压了。所以说必须要把这个乐给主攻，然后决斗一下没问题。结果是个忠臣，的话，那就说明他一定是个反贼了，对不对？还好，希望吧，还好就是咱们还能再对他使用一张那个3点的加上，因为没有防御嘛，因为他开完大招没有防御，2点的伤害，3点的充电宝，2点伤害。顺便在这里面提一点，有些人看不懂这个音色的，就是翠绿色和浅绿色还有黑白色。我给你们大家讲一下，很简单，看不懂这个技能很简单啊，就是说，如果你有距离，注意啊，如果你有距离，比如说我这个时候上了个+2的距离，那么到别人回合外的回合，比如他打1刀杀，
比如他有个 AK 能杀一刀，杀一刀的时候，你首先你有两个阴的，就是浅绿色的，深绿色的，有两个深绿色没充满深绿色的空的充电宝，因为你有加2的距离，明白吗？如果说他出一张杀之后你变一个绿，出第2张杀变另外一个绿，然后出第3张杀你没有浅绿色就不能再变绿色了，就相当于是你的一个获得这个充电宝的上限。这样讲是不是能明白？如果说你有加4 ，for example， 如果说你有加4，比如说我有个扇子加4，那么你深绿色这个空血槽这个充电宝不是黑色，就变成4个，到他回合在其他人回合就是4个。比如说他如果出够4，一个回合出4张杀的话，你就能把4个直接变成充满。如果说他只能出1张的话，那你直接变1个就行，剩下灰的全都没有，明白吗？就相当于你的距离越远，就是充电宝的上限越高。然后他在他回合内弃了多少张杀都可以给你进入弃牌堆的杀都可以对你来说增加充电宝，就这么简单。所以有些人看不懂这个，有时候为啥绿的浅绿色用不了啥的，就这么简单。灰的话就是没什么用的，灰的话就是你就算比如说我现在没有距离，没有一点距离，它每回我只有一个阴的点，没有每次都只有一个深绿色的点，每次只有一个深绿色的点。也就是说他杀一刀可以我充满了，然后他再杀第2刀的话，我就剩下全是灰的，就充不满。这么记是不是更简单一些啊？这是个小贴士，给昨天的一个技能做一个相应的补充啊。然后这个时候咱们继续讲刚才这个局势的问题。神官宁他可能是没有桃的，对吧？一定是没有桃的，剩下唯一就是救他。所以说这个时候只能搏一搏，看能不能决斗一下，对吧？决斗一下，但是你要给主公补点牌，因为你要再杀一个反贼的话要出问题。这个血的话卖给他，知道吧？给主公补点牌。这个时候杀他一刀，回合再杀一刀，就算即使他手上是一张非基本牌让他回血的话也救不活，明白了吗？然后陶谦下回合咱们处理掉直接打进去了。打进去之后给咱们布一套新牌，但是咱们留不下牌。现在风险就在于什么？他俩都可以当你加1码，主公还被乐了，只要不天过都好说。如果他们智商大于80的话，肯定要先去搞陶谦，对吧？而且如果主公真的天过，他也不会先去优先打你，可能会先去打赵云，你还有一次容错率的机会，明白我说的意思吧？就是单纯的控。结果这个乐的话倒没有愁内啊，乐的话也是对的，拿了个距离还行吧。这明显内本来这有啥明显的，我就是正大光明跳内，你能奈我何，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他没看出我是身份，感觉吴国泰，这个时候直接一刀距离啊，砍一下他应该其实。压主公的血也对我有收益啊，但是你们2个人都不打陶谦吗？你不打陶谦的话，我怕我下回合杀不死他呀，希望别天过就行。结果还使坏，本来我刚才的想法啊，就说连环他，唯一怕就是他有无懈，把他们全连上，因为主公肯定杀不死。然后直接上扇子火杀，对吧？而且不是直接火杀，先普通火杀一个人，然后上扇子加只要有3点以上的上限的话，直接火杀，直接一群人斗2滴血。对吧？但是结果拆我扇子很过分啊，还好没天过。刚说完没天过，陶谦天过了，这就麻烦。本来陶谦2滴血我可以杀掉他的，现在陶谦变3滴了，很烦啊。闪电没劈我还算好事儿，注意这里面先做个连环，对吧？骗我的目标就是单纯来骗他的无懈的，结果这个普通场孩子还是挺单纯的。这个时候注意啊，我没有继续杀，直接杀。这里面当时我记得直播间有个人失误啥的。他觉得我要杀陶谦，大哥谁？我最后不是准备杀陶谦，我的目标是给陶谦打到一血打残，知道吗？我的目标是给打残，而不是要杀的，所以我在跟他拼杀，明白了吗？打残他才是我的目标，因为我的目标是让他们去杀陶谦，否则我杀陶谦加1码没了，而且你想想主公直接会砍你的，明白吧？结果我唯一没有遇到的杀比较多啊，有人说你要杀陶谦，像我刚才要杀陶谦，肯定掉1滴血，3张杀直接杀死的，明白了吧？他给我扔个蛋，什么叫不看倍数？这个时候直接打到1滴血也算是可以接受吧。行了，打工了，还挺贴心，知道自己连环很不错。给我不好吗？我是内奸，到现在我不知道在想什么。给我不好是啥意思？是要跟他说吗？给装备？那你看你能杀掉我不？还知道求稳怕被闪电劈，挺有意思的。他们还在继续打工啊，我需要主公的血量被压下去，这挺好的。挺好的，挺和解。有人说，那这个时候这把人对你很合理啊，合理就对你很那个啥，和蔼可亲啊。如果他们真要那么可爱的话，就不会拆我那个距离，
所以说还是有点针对的。但是这一把的话，如果曹毛，比如说曹毛准备逆风要杀我认为他会杀这2个人。如果他要杀我的话，输的可就一定是他了，因为我控的场子，我不会给你机会的。你要谁先动手杀我，谁要输的。你有没有考虑过，这还是我？如果路人局他这么得罪内奸，内奸给他来一刀，他可能直接再见了。我肯定不会给你来一刀，当然。不过你浪费输出，你会去打他，对吧？直接9杀还好杀掉了，谢谢你主公。现在的风险就是好处，因为这是泰尔茨，好处就是他不管是锁我技能还是啥，我都可以杀掉空城的5个泰。锁我技能或者只是让我使用锦囊，因为只让我使用锦囊的话，我用回合外的战列还能出牌，出那张杀。这是我昨天发现的，所以得大家告诉大家，我学到的东西肯定也会告诉大家。就是说我比如说被他废住了，只使用锦囊这件事儿，我被他只使用锦囊了，然后我战列回合结束的时候，战列还是可以杀他出一张杀的，明白吧？所以说2个技能对我封都没用，只要没有乐或者啥的话都结束了，只要我不被闪电劈就行，对吧？给他先来一刀，不用过牌，先来一刀。这个时候的话，我在想啊，没算错血量，我在说要不要咱们搏一搏呗，决斗搏一搏，决斗他一下，先乐一下可以搏，就怕天过呀，对不对？给他来一个杀，对吧？回合结束之后杀一刀，再来一个回合结束的杀，双刀直接结束。这是泰尔兹，但是我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点，就是说这个武将，你们看内奸，感觉我的技术应该没什么问题吧？你们都能看出来我的技术没问题吧？但是为什么我会输这么多局啊？对不对？你们就给我解答，这是今天的至尊场输的局。你可以说都是忠臣，咱们可以洗一下是泰尔茨，对吧？还有就是昨天也是连输了好多，这是普通象电骑的普通局也是输了好多，但是赢的局都是 MVP， 几乎赢的局都是 MVP， 所以我当时就震惊，到底是因为什么造成这种情况？你说他弱，我不敢说；你说他强，我也不敢说。而且这把泰尔茨，我泰尔茨内奸两天的泰尔茨，我赢了3场内奸，内奸大家都应该知道很难赢吧？但是真的，这个泰尔茨真的让我很震惊，其中还有一场内奸是我刚开始玩泰尔茨不太懂的情况下，所以最终我会给大家解决一些这个泰尔茨这个问题。明天还会给大家放一局泰尔茨内奸啊，但这局我再给大家讲一讲泰尔茨的问题，就是我自己的个人见解啊。首先这2天玩下来的可能性就是尤其前面没怎么人针对你的情况下，没什么人针对你的情况下，我觉得你的发挥都是那样的。当然我这2天也没遇见过什么反贼身份，如果反贼身份的话，可能赢面会更多一些，就不会有那么多输的局了。我基本都是内奸、忠臣、主攻，几乎很少有反贼。可能很多人可能随不到我，咱也不说了。剩下的我要说一些，就是说，包括我昨天讲的是泰尔茨那些小技巧，死记硬背的小技巧，那是极限了，你去死记硬背那些就可以了。而且我经常内奸赢啊，我给你们总结个经验，我经常内奸赢就是阵风，我不选择这个阵风回体力。就当内奸的时候，我感觉好像，尤其在曹毛局里面，感觉更好用一些。但这些都只是我只有冰山一角。但就这几天我玩下来，首先我要确定一点，给你们确定，58宝珠买它不值得。如果你打至尊军8，因为我是至尊军8主播嘛，如果你打至尊军8，58宝珠买一个反贼武将不值得。这已经说2遍了，不值得，不要去买。如果是其他什么排位斗地主的话，大家可以考虑，但是我不在乎，你就别跟我说了。剩下的就是昨天我教那些教学，什么阵风、战列怎么用，酣战怎么阵分怎么用，怎么选择，我都教过。还有就是说，我说这个武将，强吗？我并不觉得强，对吧？真的不觉得强。但是有意思吗？我觉得有点意思。尤其的话，如果没人针对的话，内奸我感觉有一点点的发挥，对吧？当反贼也能混一混。而且他有的时候打脆皮来说，有些人就是如果敌方不提防你，比如说他没有刷闪，不提防你的话，你甚至能秒掉对方。有这种秒掉，有这种可能性秒人，前提你要刷好牌。像我经常秒人就是刷个9杀，先刷一个，先9杀，要不清闪，要不掉你2点血。你要不屌的话，我就直接下回合决斗啥的，选择阵风，然后决斗，决斗完之后再掉你血，然后掉完血的话，我过完牌之后再回合外再对你出张杀，这是我的平时一概打法。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仁。毕竟我玩的局数也不是特别多，而且输的挺多，不过输的局都是主攻、忠臣和内奸。反贼好像没怎么输，一共随的就4、5场反贼，这2天中随了4、5场反贼，但只输了1场反贼，所以说我可以说他的胜率要是按反贼来说，几乎没有输，几乎没有输。所以对于大家来说，自己还是想清楚。有人说58宝珠买一个反贼酱面不值得，我同意。58宝珠买一个比较令人别扭的武将，这是我粉丝说的，给他评价很别扭，也不值得，我也同意。但是你要说他很弱，我不同意。
但是你说的很强，我也不同意，就那样吧，不值得买而已，就那样。可能在其他的，比如排位斗地主有好的发挥，这是我给的一个见解。所以说，如果你不是人傻钱多那种人，说我要走性价比，我要买便宜又好用的武将，别买它。玩军八的人就不要买它了。如果说我喜欢，我有钱，我看他挺帅，5个皮肤超帅超绚丽，可以玩一玩，有兴趣的话。